嘿，大家好，我是Will，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要跟大家聊的主题也蛮特别的，就是6个让你从情场屌丝转变成一个花花公子的攻略。我相信很多男人他看见一个高手可以同时和很多女人暧昧，他非常的羡慕。所以你看见你今天如果约不到女生，交不到女朋友，那女生她们交往对象都是谁呢？都跑去了那些比较有魅力的花花公子那边去了。所以一样的，在情场上也是80-20定律，甚至是95:5的定律，也就是极少数的男人他们可以同时交往约会好多个对象哦，是你难以想象的。所以女人都对他们非常青睐，都很愿意跟这样子的男人发生短期还有长期的关系。当然有不少数我的学员也是这样子的花花公子，但这边我不会告诉你我有多少的学员是这样的，等下你们又来批判我，说我是个渣男教练。我以前也曾经莫名其妙的被其他人放在这个吹水上面说这个 Facebook 上面说我是一个渣男教练，他是完全没有来过我课程的。回归正题，现今的两性市场，像我刚刚说的是80-20，两性其实就是一个次级的社会，少数高品质的男人5% 的男人，他们可以同时跟很多女人交往，但是大多数的95% 的男人，他们除了把不到妹以外，常常被女人甩，被女朋友戴绿帽子，甚至长年累月是没有性生活的。所以现今的男人是人类史上性次数最少的，同时也是破处最晚的。现今就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就像我在兰卡威的一条马路上看见2间餐厅卖的东西是一样的，但是呢差别待遇是很大的。一间餐厅是门庭若市的，然后另外一间餐厅是门可罗雀的，没什么客人，但另外一间很多客人一间冷冷清清，怎么差别会这么大呢？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有没有见过同一条马路上面生意是差很多的2家店？那你告诉我，你觉得它的原因问题主要是什么？今天在两性市场帅的会泡妞的男人可以比古代的皇帝更爽，更好的境遇。因为今天我们有很多社交的这种 Messenger 或者是很好的管理时间的手机的工具，可以让你同时跟很多不一样的对象要么交往要么约会，这是做得到的，而且是很轻松。再说现在大都市人口密度这么多，所以你同时间要认识很多新的对象新的异性，你要泡新的妞，是在极短时间里面是可以完成的。那你要如何升级自己，让自己脱离乳蛇的状态，让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泡妞的花花公子？6个攻略，6个方法。第一个就是最快的就是外形，这边我不多讲了，因为这个东西它是平常就要做作业的。但我跟你说一个核心的观念，当你的外形可以提升10%，你的把妹难度就即将降低5%，你明白吗？你可以让自己的外形提升100%的话，你的把妹难度就降低50%。外形方面，你潜意识的就可以让女生知道你是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男人。女人其实她们也是外貌协会，她们甚至比我们男人更看重一个男人的外形。一个男人如果把自己的外形打理好，加上他有正确的行为浅沟通的话，那你要吸引女人是非常的快。把一个外形打理好的男人，有正确的穿搭方式，有正确的发型，好看的得体的衣服，还有很 man 的这些身材，那你就给女人传达出来，你是有一个对自己负责任的男人。其实女人她们已经进化出一种偏好的择偶策略，她们会对于那些对自己负责的男人可以看成是一个有上进心的男人。勤奋而有上进心的男人通常比那些更加懒散消极的男人会有更加多的社会地位跟资源。你对自己负责任，你的衣着品味保养头发肢体语言还有日常生活方面方方面面你都有把自己照顾好的话，那在女人面前自然的你就是一个名牌货，你不是一个低级货，不是一个巴沙马兰的货，对吧？然后第二个
你可以让自己提升起来，成为一个花花公子的，就是你的情绪控制能力，也就是你的情商，你不容易被人影响到你的情绪，你有低的需求感，在女人面前你不会有不安的感觉，就是你情商高等于你是一个有自信的人。在古代，女性最有可能是透过她们的性来换取资源，女性希望从资源丰富的男人那边得到长期的好处，而不是用性换来一时的物品。所以你可以这样子看待，一个有好的情商的男人，他就是有自信的男人，就代表他在社会上他一定可以更容易的争取到得到资源啊。女人潜意识就是要这样子的男人。很多有参与约炮的女性或者有炮友的女性，其实她们都是希望把正在打炮的对象，有可能嘛，要么就是短期炮友关系或者长期炮友关系，也有一部分的女人是希望把这些短期的炮友男生转换成他们的长期择偶。所以他会怎么样去评估一个男人？他评估一个男人就是这个男人自始至终都有一个好的情商，可以一贯的就是做自己，有这个一致性。女性她们在短期择偶关系上，她不会去选择一个弱者男人，所以女性她们也是有自己的目的性在这边的。所以你今天你要成为一个强者男人，那你自始至终都要有一个强大的自信和信念。第三个就是支配意识。支配其实指的就是在群体当中，他可以去控制指挥群体中的所有的成员，去分配资源等等的。这其实是一个好的一种发展模式，因为从古至今你要有一个领袖，那这个群体才会有更高的生存和繁殖的能力，因为你这个领袖是可以发号施令给所有人的。这样子的男人他有这样子的特质，就是我今天有一个领导力，然后我今天有一个主导意识，我今天有这个控制力，我今天是一个在群体当中他是金字塔最顶端的，也代表着这样子的男人他掌握的资源越多。相反，你越没有主导意识的男人，你就是在金字塔底端，你没有这个战斗能力，你没有让别人想要听你的话的这个能力，自然的你无法做花花公子，你无法做可以跟大量女人上床的男人。举个例子，一个在餐厅上班的男人，他是一个经理，然后他秃头又老，40多岁，跟母亲住在一起。但是我跟你说，这样子的经理虽然他的外在条件不好，但是他可以和餐厅里面所有的女员工发生关系，你相信吗？这是有可能的，就代表了他在这个公司，在这个餐厅里面，他是一个领袖，他有这个支配能力，所以他可以很轻松的跟大多数里面的女人发生关系。所以你看见为什么老师、老板啊、总裁啊、明星啊、政治人物，他们特别容易干到女人，原因就在这边，支配能力、社会地位。第四个就是讲话幽默风趣，也就是你的把妹能力、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如果你想一下，你今天讲话很闷，那为什么女人要跟你出去啊？对吧？她为什么要牺牲浪费她的时间？你又没有给她钱，你又不是她是谁？好，所以你要成为一个幽默的男人。你可以来参考我的2个课程，一个是情场赢家，一个是花花公子。这2个课程都有教你如何成为一个有趣 interesting 的男人。因为我们都知道有钱的男人很多，但是有趣的男人凤毛麟角，非常珍贵，非常少。第5个让你成为花花公子的方式，就是换另外一种方式去认识女人，换另外一种方式去跟女生交流。你现在认识女生的方法有问题，那如果你一直坚持用这样子的方法去认识女生，去跟女生交流的话，那你不是跟傻逼没有两样吗？你再不换另外一种方式，你就是笨蛋了。所以坚持学习，坚持找到最好的方法，才可以让你成为一个有魅力的花花公子。第6个，也就是最后一个，就是要对自己的行为和想法非常肯定，有自己的信念，有自己的世界观，而不是随波逐流，跟随大队。我这个频道有跟大家分享了很多这样子的节目如何摆脱普世价值观，如何走出自己的路，如何不再随波逐流，成为一个
有你自己个人的一个价值体系的这样子的男人，然后你跟别人是独一无二的，你非常有个性。那从现在开始为自己设定目标，改变生活习惯，增加好习惯，减少坏习惯，培养学习心态和成长型心态。要让自己的能力提升，你就要增加自己的负重和挑战。这边都是常听的嘛，唯有当你受到比较大的冲击，可能你才会想要改变，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所以我们是男人啊，没办法，我们一定要硬干起来，对吧？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你如何自我提升，如何把妹，这是我的工作。我希望每个男人可以有更好的生活，有更好的两性关系，有更多的选择。另外，如果你想要让自己有更加细致的自我提升，得到更好的把妹方法的话，你可以加入我们免费的 WhatsApp 还有 Line 群组，还有可以来到我的个人博客网站，上面有大量的资源供你学习。当你克服一切挑战的时候，你就是一个强者男人。记得让自己前进。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See you。